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那么说到中大型的无人机以及察打一体无人机，目前世界上是三强，也就是中国、美国和以色列。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啊、法国、英国啊，在这方面呢都要稍差一点。但是最近有一个国家在无人机领域异军突起，那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航空工业不发达，很多机型呢它都干不了，但是它最近在无人机领域做了相当大的尝试，而且呢，开发出了一些相当不错的无人机平台。比如说去年表现比较好的 TB2察打一体无人机，应该说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最近呢，土耳其又开发出了一款个头更大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绰号叫游骑兵。最近，土耳其举行了游骑兵察打一体无人机的下线仪式，该机正式进入土耳其空军服役。那么这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有些什么特点呢？和它过去开发的 TB2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外形上应该说很不一样。它采用了双发后尾式气动布局，2台发动机装在机翼上。发动机来自哪里？我们知道土耳其本身的发动机产业，特别是航空发动机产业还是比较落后的。它是从乌克兰引进的。这2台涡桨发动机的最大马力，据说可以达到450马力，啊，2台发动机加在一起呢，900马力。那么从动力装置情况看，它应该和美国的死神差不多，或者比死神呢还要稍小一点，但是足够它使用了。游骑兵的最大起飞重量据说能达到5吨多。最大载弹量1.25吨左右，应该说在察打一体无人机领域，它的个头算是不小的了。那么这款双发后尾式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飞行能力从现在它公布的数据看，并不是说非常突出，最大的巡航速度大概在350公里左右，升限呢12000米，这个和采用涡桨发动机作为动力的无人机应该说都差不多。值得关注的是游骑兵这款无人机，它挂载的武器系统相对来讲比较先进，或者说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它能够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空对地导弹和炸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和美国联合开发的一款空对地巡航导弹，也就是SOMA、SOMB 系列的空对地巡航导弹。那么这款巡航导弹据说呢采用了隐身的外形设计，机体呢基本上是个接近于梯形截面，有一定的雷达隐身特点。它采用多种制导方式，比如说惯性导航、GPS 导航以及最后的红外导引方式，既可以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也可以用于反舰。那么这种空对地巡航导弹的最大重量大概在600公斤左右。就这点而言，它在无人机目前所挂载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弹药中呢，重量是比较大的，而射程呢也比较远，据说能够达到250公里到300公里。可以讲该型导弹的性能是相当突出的。如果一旦试验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少数几种能够挂载反舰导弹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挂载空对舰导弹的无人机呢？有，过去呢只有中国的无人机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是云影无人机、彩虹5无人机，还是翼龙2无人机，都可以挂载中国自行研发的空对舰导弹。美国的无人机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武器系统。那么现在土耳其追上来了，而且它开发的这款具有一定隐身能力的空对地巡航导弹还是多用途的，换一个导引头就可以用于对地攻击。那么再使用别的战斗部和导引头的话呢，它又能够完成反舰的这个使命。可以讲，这款无人机的诞生值得世界航空界关注。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说也是有启发的。我们现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挂载的武器系统可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大有小，既能对地攻击，也能对海攻击。但是呢，个头来讲，要比土耳其这次试验的新型的空对地巡航导弹要小一点，射程呢也要短一点。那么我们是否也有能力开发类似的射程较远的空对地巡航导弹，而且把它配备在无人机上呢？完全是可以的。现在有一些现成的机载反舰导弹或者是空对地导弹，完全可以移植在我们一些中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上。未来的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可以说正向着多用途的方向发展。它既能挂载普通的空对地导弹、炸弹，也能够挂载无人机，大无人机挂小无人机，在空中组成机群。那么他们执行任务的范围就会不断的扩展，能力呢不断的提升。随着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无人机产业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开发新型的无人机，我想在不远的将来，空中机器人参与对空、对地、对海作战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能力会越来越强。那么作为世界无人机产业的大国中国而言，我们一定也会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